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首播5次，肖战的今日一季第2期火爆，最高收视率再创新高。千寻爆发后，无数人了解了肖战，开始关注他在娱乐圈的努力。近期热播的《Alice Blue》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肖战再次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在工作中证明自己已经成为肖战未来几年的主线。纵观目前的自娱自乐，为什么更多的艺人去现场带来作品，而不是专注于影视制作？受影视剧冬季气候的影响，没有理由选择另类路线。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专注于他们的工作，并试图为他们的所有支持者提供最好的反馈。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，有着无限的生活方式。回馈观众，让所有的支持变得更好，早已克服了任何华而不实的话语。这几天，关于肖战下一部剧《未来悠悠》的声音越来越大。该剧顺利通过试播的消息纷至沓来，预定播出的倒计时已经开始。夏天与观众见面。近日，肖战和杨紫主演的微甜剧《余生多多指点》在国内大热，获得收视第1名，海外争相引进。除了这些成绩，国内的2轮球星也不容小觑。数据显示，深圳卫视《余生》第2轮开播后，短短几个小时内，数据比开播前增长了约5倍，收视率再创新高。同时，几个相关热门话题的出现，直接反映了第2轮节目的火爆程度。首映当晚，《余生与爱情都在这里》《余生请多多指教》等热门话题，单曲话题度依然居高不下。比如前者超过4亿次，后者超过8100万次。大火并不意外，从侧面证明了《余生》的爆炸性大火。对比播出前后的收视数据，可以明显看出今日一季的火爆程度。数据显示，来世在深圳卫视正式上映前的平均收视率为 0.05%， 但大结局毕竟已经结束，所以这个数据是可以理解的。回想一下，卫视正式开播，收视率久违的长虹直接跃升至 0.23%， 比开播前高出近5倍。余生在深圳卫视2播当日达到 0.23% 的峰值，明显超过了地方电视台播出的很多剧集合作品。如果你怀疑余生不够火，那一定是有点可笑，他不是一鸣惊人。作为一个广电平台，我们不得不为深圳卫视的业务点赞。从余生第2轮国内新评开始到现在，电视台官博继续如下：广播与该系列相关的新闻，不如首映式的宣传。同时可以说，这样的空气在一定程度上被从未看过余生的观众所接受，成为热播当天为评论做出贡献的忠实观众。鉴于节目上映前3年的积压，播出让人感叹克服了障碍，得到了怀疑论者的足够关注和赞赏。好的作品当然可以让观众欣赏，否则读过1次就再也读不到第2遍、第3遍，甚至更多。整部剧中，肖战和杨紫不负众望，顾威和林之普里姆带来了2个气场十足的角色。在详细的呈现中，可以说有引起观众共鸣的戏剧眼光，有写实的情感，有带入现实的巧妙设计。回归人物本质，肖战在整部作品中的突破也很不错。谁能想到这部3年前播出的作品不仅火了，观众还能看到肖战。陈在这个角色上更有潜力，期待他的后续作品，尤其是余姚这部剧，但离正式上映还远吗？02长相思，邓为嘴角流血，新衣服气质绝佳，谭健次戴面具很俊美。长相思是前段时间刚刚开机的大 IP， 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。剧版的演员选得好绝，杨紫、张晚意、邓为、谭健次不仅形象很贴合角色，颜值演技也都在线。长相思要拍摄到9月份左右，还好时不时有一些新图掉落。这2天剧组在拍摄涂山璟和涂山侯决斗的剧情，有一些邓为的新路透。他身高183，把陈同勋做的衣服都完美撑起来了，不愧是长相思的首富，衣服也这么多。打架的景气势很足，奈何现在是个战五渣。这里邓为换了一套温柔的青衣，长身玉立，生图都这么好看。原著李景此时和小妖订婚了，可惜被涂山侯他们暗算，跳水逃命，被香柳救了后昏迷7年。景比较擅长追踪和隐藏，所以这里打不过涂山侯。他的手和喉咙之前有损伤，没法发挥出九尾狐的迷术。原著里的这段，景都差点被打死了。仔细看邓为的嘴角，都被打得吐血了。涂山侯也是坑，景都放过他了，最后关头还要搞事情，
破坏了景和小妖的第一次婚礼。剧里面两人打得你死我活，局外是友好的同事。从花絮看，《长相思》的剧组氛围非常不错。休息的时候，邓卫还有比耶的可爱小动作。要演被人打得惨兮兮的小狐狸，还真的挺意外的。看看邓卫后面的那一滩红色，应该就是决斗时候景吐的血。战斗气势要百足，一看战力只有5。回头一眼尾巴无，转眼就被踹下湖。饰演涂山侯的演员叫做叶小伟，中戏毕业，演过《天坑鹰猎》《狐珠夫人》等剧。演员长得挺帅气，还蛮贴合涂山侯的感觉。长相英俊，选角真的厉害啊！除了小狐狸挨打的剧情外，还有檀健次香柳面具的造型。生图的造型都很帅，正片里更好看吧？面具有点像水晶的风格，也突出了香柳善水的特点。男主这边最近有一个颛顼被刺杀的剧情，但视频比较糊，小妖紧紧地护在哥哥面前。两位演员的原声台词很有爆发力，可以等待正片里的精彩表现。长相思敬业演员爆料，妖精的戏份很甜，剧组还有礼仪训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